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白鹿泣别亲爱的客栈2026，全员泪崩背后，细节里的真诚有多戳心？亲爱的客栈2026的收官录制现场，阳光透过落地窗斜斜地洒进大堂。本应是温馨的离别时刻，却因一声突如其来的哽咽而瞬间凝固。白鹿，这位以开朗笑容著称的女星，在谈到即将离开时突然语塞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而后决堤般涌出。不是悲伤的哭泣，而是那种被温暖浸泡后难以抑制的感动流露。这个瞬间，让原本轻松的氛围瞬间改变了质地。王鹤棣原本还在安排后续工作，听到声音后愕然抬头，秦岚的温柔笑容僵在了脸上，沈月几乎是下意识地朝白鹿靠近，连一贯幽默的徐志胜也收敛了戏谑的表情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综艺告别环节。当白鹿红着眼眶，开始对着每一位成员说出那些具体到令人惊讶的赞美时，现场所有人才意识到，他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被誉为教科书式的真情流露。这场告别击穿了节目剧本，触动了屏幕内外的每个人。但这场告白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情感穿透力？白鹿的告别发言始于一个看似普通的瞬间，他看到客栈客人办完退房手续，带着满足与不舍离开。这本是客栈经营的日常场景，却成了他情绪的决堤口。双引号，看到大家退房，我就想到自己也要走了。这句话他说得很轻，但每个字都承载着2天的全部重量，将个人离愁与客栈经营的自然场景完美结合。这种情感的连结不是刻意的煽情，而是一个深度参与者的本能反应。他看到了客人的离开，也就预演了自己的告别。这种敏锐的共情能力，让告别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客套的范畴。接下来的定制化赞美，更是将这场告别推向了情感的高潮。他拒绝套路化的泛泛而谈，而是精准捕捉了每位伙伴的特质，每一句赞美都有具体细节支撑。对王鹤棣的肯定不是简单的你很棒，而是聚焦他作为客栈顶梁柱的付出与责任感。白鹿说，看到弟弟一个人扛着那么多重的东西，协调所有的事情，真的觉得特别安心。他看到了他承担的重活累活，看到了他作为主理人的不易。这种观察源于他全程参与劳动时的细致体悟。当众人忙着完成流程任务时，他默默记住了王鹤棣作为主理人的全方位付出。对沈月的赞美则细腻到令人动容。白鹿说，月月特别会照顾人，总能在最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杯水，或者一个温暖的眼神。他观察到沈月照顾他人情绪，处理琐碎事务的温柔与周到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看到了沈月独自扛起后厨压力的坚韧。这种观察不是浮光掠影，而是深入共事后才能看到的真实。对秦岚的感慨充满了敬意与依赖。白鹿形容秦岚像春风一样，总能让周围的人都放松下来。他捕捉到了秦岚那种如春风化雨般稳定的气场，抚慰人心的作用。在一个高强度运营的客栈环境中，这种温柔的力量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支撑。对徐志胜的感谢则展现了他的幽默与通透。他说，志胜特别厉害，总能用几句话就让所有人都笑起来。白鹿感谢徐志胜用幽默调节气氛，成为团队的快乐粘合剂。在紧张的劳动间隙，这种轻松感往往是维持团队士气最珍贵的东西。每一句赞美都不是凭空而来，都有具体的工作场景作为注脚。这种把他人付出看在眼里的真实感，让屏幕前的观众直呼被戳中，反映全景成员们的真情失控。如果只是单向的赞美，这场告别或许还不足以成为教科书。真正让他升华为情感事件的，
是成员们那份同样不加掩饰的真情失控。王鹤棣听到告白后的反应堪称经典。这个一向以率真直爽著称的年轻主理人，从最初的惊讶到被深深触动，表情在几秒钟内完成了从愕然到感动的完整转变。他慌乱中脱口而出：“快把一公转正。”这句话看似是玩笑，但语气中的急切与认真却暴露了内心的波澜。被戳中的直爽性格在那一刻展露无遗。他不擅长婉转的表达，只能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这份真诚。沈月的反应更加纯粹，他没有说太多话，只是红着眼眶，无需多言，直接上前紧紧拥抱了白鹿。镜头捕捉到沈月微微颤抖的肩膀，和那个用力到几乎想把温暖全部传递出去的拥抱。情感的直接与纯粹在这一刻超越了所有语言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集体绘画环节，沈月发现白鹿独自在角落创作后，立刻起身，咋能让鹿姐一个人？随即蹲坐陪伴。这一细节被观众称为女性友谊的教科书式画面。秦岚被触动的深度则体现在同步落泪上。这位以温柔坚韧著称的姐姐，在白鹿哽咽时眼眶也跟着泛红，最终泪水悄然滑落。她轻拍白鹿后背的细节被观众捕捉，不是安慰的轻拍，而是那种我懂你的共情之抚。秦岚直言，露露的敏感和体贴是骨子里的。这份评价从一个同样细腻的人口中说出，分量格外不同。而在感动氛围的催化下，集体温暖也完成了从接收到给予的升维转变。当白鹿的告别接近尾声，全员从最初的倾听者变成了主动的支持者。徐志胜突然起头号召大家，王鹤棣、秦岚、沈月立刻默契响应，四人齐声高喊唐宫奇案收视大爆，声音洪亮到连现场路人都跟着附和。这4字祝福是众人特意为白鹿待播新剧准备的惊喜，藏着对他作品的认可与支持。他们记得他最在乎的是角色与作品，所以用最直接的方式为他造势。听到祝福的白鹿瞬间转过身，眼里闪着细碎的光，笑着用力回应谢谢，声音清亮却难掩感动。客栈家庭般的互助与祝福在这一刻将个人情感升华为集体温暖。当车门轻合，白鹿隔着车窗挥手，众人嬉笑着喊出3、2、1成大走了的默契口号。车渐行渐远，秦岚轻声感慨，在一个环境下遇见的朋友很奇妙，比如今天是顾客，明天并肩战斗。这句结语道出了节目最动人的情感内核，深度剖析告别何以成为情感高光时刻。表面上，这是一次飞行嘉宾的常规告别，但深挖其内核，会发现这场告白的动人力量有着坚实的底层逻辑。这一切都建立在白鹿2天来沉浸式付出的基础之上。这位仅参与2天录制的飞行嘉宾，却以主人翁心态深度融入了客栈的每一个角落。他的投入不是浮于表面的客套，而是体现在一系列具体、细致、超越职责的付出中。物质投入成为他融入的最直接证明。白鹿自费购置扫地机器人解决清洁痛点，为客房添置小夜灯提升体验，甚至携带音响营造氛围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定制分性别专属餐具，女生樱花粉碗，男生靛蓝碗，避免了混用尴尬。这些看似额外的物资支援，实则是他将客栈当作自家经营的具象体现。据节目信息，他自掏腰包购买的扫地机器人和音响，最后全都变成了支援客栈的物资。用心准备则展现在他对细节的极致追求。白鹿抵达客栈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，而是拿起画笔创作迎宾板。仅用10余分钟，一块精美的欢迎牌便诞生了。欢迎光临昌隆饭店几个字配着樱桃蛋糕、竹子、卡通笑脸图案，诚意满满。
迎宾板上还写着一行小字，希望与每一位顾客留下宝贵回忆，若服务不周请多包涵。这份细腻心思瞬间拉满了好感度。他被秦岚戏称为被拍戏耽误的画家。专业级客房质检指出，吹风机缺失，浴缸清洁问题更让他获风民宿老板梦想顾问。观察入微是他的另一项隐形技能。在短暂的2天相处中，他敏锐捕捉到了每位成员的个性闪光点与辛苦付出。当众人忙着完成流程任务时，他默默记住了沈月独自扛起后厨压力的坚韧，留意到张晨霄在客房服务的无声付出。这种把他人付出看在眼里的真实感，不是通过剧本设计，而是通过共事中的真实观察累积而成。正是这些看似额外的付出，让他迅速建立了真实的情感连接。告别词句句皆有来源，是因为每一句赞美都建立在他亲眼所见、亲身所感的具体工作场景之上。他的告白之所以精准戳中每个人，是因为他的赞美源于共事的具体细节，他确实在看、在感受、在记住。与程式化的综艺互动进行对比，这种基于真实互动产生的情感反馈显得尤为稀缺与珍贵。当大多数飞行嘉宾还在努力记住成员名字时，白鹿已经能够说出每个人的工作特点与性格亮点。这种差异不是技巧的高下，而是投入程度的深浅。这场告白的本质是真诚通过细节外化的必然结果。当白鹿在节目中照顾同伴情绪，自掏腰包请客，主动入住员工宿舍，避免增加清洁负担时，观众从中看到一种稀缺能力，既保有自我边界，独处时安静拼图，又能随时融入集体补位。他用一言一行诠释了一生一公的承诺，成为无可替代的中流砥柱。王鹤棣多次调侃白鹿还是太全面了，赞赏他补位意识强，执行高效，真心换真心的回响。这场告别没有预设剧本，他的力量完全源于白鹿2天来的真诚观察、细节付出与发自肺腑的感恩。当他在节目中说大家让我忘了自己是嘉宾，像认识很久的朋友时，这句话登上热搜，衍生话题白鹿遇到一群很美好的人，阅读量破亿。观众感慨慢综艺的终极意义是被真心看见。白鹿的客栈之旅被视为熟人综艺成功样本，节目组放弃神秘顾客剧本，转而放大他与成员5年友情沉淀的松弛感。成员们拒绝客套赞美，用围裙加深并肩劳作体现真实接纳。这种互动彻底消解了综艺剧本感，呈现出理想人际关系的范本。没有竞争博弈，只有彼此托举。他之所以能成为引发全网共鸣的情感高光时刻，是因为他唤起了人们对真诚人际关系的最朴素向往。在快餐社交时代，客栈成员间迅速建立的信任与温情，成为观众心中的乌托邦范本。白鹿不掩饰翠泰的坦然，打破了公众人物情绪管理的刻板期待，传递流泪意味力量的价值观。正如网友所言，他让观众相信娱乐圈真有美好的人存在。这场告别之所以能穿透屏幕，是因为它证明了，在这个充斥着表演与计算的世界里，真诚的观察、用心的付出、勇敢的表达，依然能够换来最真实的情感回响。那些曾被细节与真诚打动的瞬间，在你的生活与工作中又有怎样的模样？